这是二战时期的洲际武器，同样也是日本最失败的武器。它便是跨洲轰炸了美国本土的奇迹武器气球炸弹，日文叫风船爆弹。它由氢气球、绳索和炸弹制作而成，承载了日军对美国报复的希望。那么这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武器？有时你真的不得不佩服天才的想法，他们总能在人绝望时给出希望。日军二战中步子迈得太大，一不小心就扯到了蛋。海洋上由美国的跳岛战术逐步逼近本土，陆地上又与中国、南亚、东南亚开战，战场战事焦灼，无法撤回兵力回援。于是天才们就提出了1亿玉碎计划。然而无论是海上的神风还是陆地上的刺突暴雷，都没能挽回注定失败的战局。就在日军高层一筹莫展之际，大天才气象学家荒山秀俊提出了一个看似荒诞，实则也很荒诞的计划，企图来报复和拖延美国攻击的脚步。计划的结果令人意外，居然让后来一段时间的美国本土居民人心惶惶，那就是借助自然的力量，盛行西风带，将绑有炸药的氢气球一路吹到美国本土。要知道这段航程有1万公里，中途还会发生各种突发情况，你说这计划荒诞不荒诞？可能是日本高层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，开始号召日本的工人、中小学生连夜制作，终于完成了第一批9000枚的气球炸弹。别说制造出来的气球炸弹还真像回事儿，这和当时日本的同盟国德国不同，德国当时还耗费大钱搞 V1、V2 导弹，而日本仅只用糯米、羊皮纸就能达到类似的效果。在荒川秀俊经过对天气的实验后发现，从日本的西部起飞到东部降落，在太平洋上空约9000米的高度，有一股超过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流动的气流，远远超过一般的风速。利用这个气流，气球理论上可以在30到60小时内横跨8000公里的海面，从日本抵达美国西海岸。这一重大发现坚定了日军利用氢气球炸弹袭击美国本土的决心。而且为了能准确轰炸美国本土，气球炸弹上还装有定高装置和计时器。气球的吊篮中装有30个2到7公斤重的沙袋，当气球飞行低于9000米时，由于气压的作用，固定沙袋的螺栓会自动解脱，沙袋依次抛落，气球因减重而升高。当气球飞行高于 1.05 万米时，气囊的一个阀门就会自动打开，排出氢气，气球便降低高度。计时器当然是用来确定降落的时机，时间一到就能自动投弹爆炸。1944年11月1日清晨，大批日本民众聚集到了千叶、福岛等地，随着一声令下，数千只乳白色的大型氢气球携带着一枚枚炸弹冉冉升空。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气球的身影不断远去，最终化为一个个白点消失在视线里。日本民众坚信这些气球炸弹正带着所有人的期待飞往美国大陆，为日本报仇雪恨。为什么日本会耗费1000万美元来实施这场气球炸弹计划？除了拖延战场中美军进攻的脚步外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，美国曾对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轰炸，当时数百枚 B-29 轰炸机跟发了疯一样，疯狂袭击日本八幡、长崎等城市，轰炸时间长达1年之久，整个日本都呈现出火光冲天、尸横遍野的惨状。这长达1年的战略轰炸给日本造成了无法抹灭的伤害，仅在1945年的3次轰炸中，就死亡14万人，超过100万人无家可归。因此日本想要以牙还牙，让美国也尝尝被肆无忌惮轰炸的滋味。美国在面对这起外敌首次入侵事件和前所未见的武器时，美国军队也曾一度惊慌失措。一方面是因为气球炸弹不容易被发现，另一方面是当时美国不确定这些气球炸弹上除了捆绑炸药外，是否还携带了某种生化武器。面对这个未知的威胁，美军在得知气球炸弹后，立即加强了空军巡逻队伍和防空火炮部队的部署，同时也对日本的气球制造工程进行了摧毁，并拦截下了所有关于因气球炸弹遇袭事件的消息，以防止民众恐慌和防范日本获取准确的消息。然而最终的结果证明，美方的紧张和恐慌完全是多余的，9000多枚气球炸弹90%都没能到达美国境内。
其中一部分因低劣做工，刚升空没多久就漏气坠毁，其余的则因气流变向，都不知道被吹到哪里了。而那些成功到达美国的气球炸弹，虽然引发了多起森林火灾，但由于冬季的美国多暴风雪天气，海拔较高的森林更是覆盖着厚厚的积雪，所以这些火灾很快就自主熄灭了，并没有造成太大损失。再加上美国对消息封锁的及时，日本无法从各大媒体获得气球炸弹的相关消息，便认为计划失败，取消了后续的生产。一段时间后，美国上空的气球炸弹就消失了。日本民众幻想美国城市一片废墟的情况并没有发生。但你要说气球炸弹没有危害也不全对，因为当时有一颗气球炸弹降落到了汉福德核工厂上空，这里正是美国曼哈顿计划的关键位置，用于制造原子弹的布就在这里生产的。那颗挂在了输电线上的气球虽然没有自爆成功，但却造成了工厂电路电力系统的中断，而核冷却系统的罢工即使只是一小会儿，也有可能导致放射性核原料发生爆炸。不过幸好工厂应急措施到位，汉福德核工厂厂区才没有烧成一座火城。另外，据考证，气球炸弹曾造成6名美国平民的死亡，因此荒川秀俊在1946年东京审判中被判了7年的监禁。日本不仅没能狠狠反击美国，反而遭到了美国更为残酷的暴力轰炸，尤其是那2颗原子弹，直接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总的来说，气球炸弹作为一款洲际武器是成功的，起码它真的能跨越大洋打到彼岸的国家。但这个飞翔计划无疑是失败的，是日军一次剑走偏锋的实验。相比于同时期微型导弹，气球炸弹要逊色得多。随着日本投降，基本就没出现过了。那么关于这场日本对美国本土的轰炸实验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喜欢热武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。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